AI 厨神大战小说第1集。在遥远的未来，世界已被科技进步与人工智慧统治。在美食界，一项重大的赛事即将展开 ——AI 厨神大战。这场厨艺盛事将集结全球最先进的 AI 厨神，他们将展现出最创新、最惊艳的料理，让世人惊叹。第1集揭开序幕，在富丽堂皇的竞赛场地，参赛者们正陆续报到。这些 AI 厨神各具特色，有些擅长中式料理，有些则精于西式烹饪，还有些专门处理素食餐点。欢迎各位参赛者！大家好，主持人机器人热切地向大家打招呼。我们今日将见证一场厨艺史上最伟大的对决，让我们一起期待，看谁能夺得冠军，成为这届 AI 厨神大战的盟主。与此同时，评审团也正在准备就绪。这支由5位专家组成的团队，将负责评估参赛者的作品。他们分别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厨师、营养学家和美食评论家。评审团成员们，大家好！我相信我们今天将看到许多令人惊艳的料理。评审团领袖，一位知名厨师表示：“我们的任务就是判断谁的作品最具创意、最美味，且最符合健康标准。”随着参赛者陆续完成报到，现场气氛逐渐热烈起来。观众席坐满了期待已久的美食爱好者，他们都想一睹为快，见证这些 AI 厨神的厨艺魅力。在激烈的比赛气氛中，第1个比赛项目即将登场。主办单位宣布，本次比赛将设计4道关卡，每一关都将考验参赛者的不同厨艺。第1道关卡是素食挑战，我们将给予参赛者30分钟的时间，要求他们制作出最快、最美味的快餐料理。准备就绪，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厨神大战。第1队参赛者，代号为 Rapid Fire， 是由3位曾任知名餐厅行政主厨共同组成的团队。他们对于快速烹饪技巧相当自信，相信他们能轻松胜出。带我们走进厨房，看看他们如何应对这项挑战吧。电视机荧幕上，画面切换到厨房的实况转播。在紧张刺激的气氛中，观众们屏息以待，等待着看到第1道料理的诞生。接下来的比赛势必会带来许多令人垂涎3尺的佳肴。哪支队伍能脱颖而出，赢得第1胜？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继续观看接下来的 AI 厨神大战。第2集素食挑战。在第1道关卡素食挑战中， Rapid Fire 队果然展现出了非凡的速度和厨艺。他们3人分工合作，林林总总地准备着食材和器具。计时开始，裁判常宣布，参赛者们顿时加快动作，煎、炒、炸、切，动作迅捷而熟练。在限时30分钟内， Rapid Fire 队成功地完成了1道色香味俱全的快餐料理。他们将意大利面、香肠及蔬菜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形成了1道吸睛的菜式。这道菜的口味非常好，食物也处理得非常熟练。评审团成员之一，大江南北名处理主任给予了高度评价。但从卫生和营养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期待看到更优质的选择。虽然 Rapid Fire 队在第1关获得了成功的首胜，但其余队伍并未就此而气馁。他们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自己的快餐料理，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较高下。下一支队伍是对名为松弛的厨师的组合，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应付这1道题。电视机里，主持人对观众说道：“松弛的厨师由2位资深厨师和1位年轻学徒组成。他们面对素食挑战，看似毫不慌张，反而更加从容自如。在他们熟练的操作下，
厨房里很快就充满了热气和忙碌的气氛。这道菜的特色在于将传统家常菜与快餐技巧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口味和体验。看他们用那么少的时间，就做出这么好吃的食物，真是太厉害了。坐在观众席上的美食家张先生赞叹道。然而，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学徒小明不禁有些紧张。他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工作，还要在不损坏食物的前提下，快速地完成所有步骤。学徒，小心点，别让这道菜受损了。资深厨师拿着叉子监督着小明。你做得很好，坚持下去，你将会是个出色的厨师。最终，松弛的厨师也成功地完成了快餐料理。虽然在卫生和营养方面仍有待改善，但他们还是展示出了优异的厨艺和团队合作精神。比赛仍在继续，下一支队伍又将登场。谁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胜出，赢得第一胜呢？请继续收看我们的 AI 厨神大战，下一集将为您带来更精彩的比赛内容。第3集海鲜大战，在第2道关卡海鲜飨宴挑战中，各支队伍都拿出了看家本领，精心制作各式海鲜料理。这一道题的难度较高，因为它不仅要求参赛者具备精湛的厨艺，还要对各种海鲜的特性和烹饪方法有深入的了解。首先登场的是海味之王队，他们由3位海岸地区出生的厨师组成，对海鲜的处理和烹饪方法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来自海边，我们对海鲜的挑战毫不犹豫。队长，一位经验丰富的厨师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将展示如何将海鲜的鲜甜味推向极致，让观众大饱口福。该队选用了最新鲜的虾子、蟹肉、鱼肉和贝类，他们以传统且合乎现代口味的方式烹饪，将海鲜的原汁原味展露无遗。AI 厨神大战小说第2集。在第2集的比赛中，海味之王队的表现格外出色，他们的每一道海鲜料理都让人回味无穷，尤其是一道精致的清蒸石斑鱼，鱼肉细嫩，味道鲜美，让在场的评审和观众都赞不绝口。为了保持比赛的悬念，主办方决定在下一道关卡中增加难度，以考验参赛者的极限厨艺。第3道关卡名为一族融合，参赛者需在保持原有菜肴风味的基础上，将2种或以上不同的烹饪技法或食材结合起来，创造出全新、令人惊艳的料理。首先登场的队伍是味蕾探索家，这支队伍由4位充满热情的年轻厨师组成，他们热爱探索各种饮食文化，并且擅长在传统菜肴中注入创新元素。在味蕾探索家的厨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正在商讨如何将中日合璧的烹饪技法应用到海鲜料理中。我们想将日本寿司的灵感融入到中国河鲜热炒中。队长小赵提出了大胆的想法，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道菜，既保留原有风味，又带有全新口感和视觉效果。在团队的共同奋斗下，他们成功地将虾子、蟹肉和鱼肉作为主要材料，用快炒和寿司卷的形式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创意。这真是太有创意的做法了。虾仁和蟹肉的口感很好，融合了快炒和寿司的双重享受，真是太棒了。评审团成员之一，美食家陈小姐兴奋地说，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还有许多强劲的队伍陆续登场，他们各具特色，让人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接下来的比赛结果。在这场厨艺盛宴上， AI 厨神们的厨艺愈加高超，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佳肴，而观众们则被这场视觉和味觉盛宴所吸引，不知不觉中已成为了这场 AI 厨神大战的忠实粉丝。谁会是最终的赢家？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
观察队伍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如何应对各种挑战，并见证他们如何在厨艺、创意和团队合作中相互较劲。让我们拭目以待，继续观看激动人心的 AI 厨神大战吧。AI 厨神大战小说第3集。在第3集的一族融合关卡中，另一队叫做味觉冒险家的队伍表现出了非凡的实力。他们以华丽的装饰和诱人的香气吸引了观众和评审的目光。味觉冒险家由经验丰富的主厨李大胆和2位年轻有为的厨师林雅琴和王腾毅组成。他们宣称将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味觉空间旅行，体验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国风味。在比赛开始之前，李大胆主厨向大家展示了他精心准备的前菜——佛罗里达蟹肉浓汤。这道汤品不但味道鲜美，还散发出浓郁的奶油香气，令人食指大动。但在第2道菜时，味觉冒险家却选择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选项——韩国烧酒虾。这道源自于韩国的经典菜肴，在团队的重新诠释下，变得更加精致奢华。林雅琴小心翼翼地将酒虾汁浇在现炸的虾子上，然后撒上切碎的青葱和芝麻。这道菜不但融合了韩式和中国式的烹饪手法，还加入了些许的台湾本土元素，展现了团队的巧思和团结。这款菜的味道真的很特别，虾肉鲜嫩，汤汁浓郁，身上还带有一股清爽的葱香。评审刘先生赞叹道：“在压力之下，味觉冒险家并没有慌张，他们迅速调整了策略，确保接下来的菜肴能够压制对手。在第3道菜中，他们挑战了将泰式绿咖喱鸡与中国宫保鸡丁相结合。这一创新之举引起了现场观众的热烈讨论和好奇。王腾毅和林雅琴协同作战，先用热油爆香片段的辣椒和蒜头，接着加入鸡肉和咖喱高翻炒，最后再加进莲子和红椒块焖煮。这道菜的味道香辣过瘾，口感丰富多样，令人回味无穷。这道菜的组合非常出乎我意料，却意外的和谐，真是太厉害了。陈小姐惊叹道：“味觉冒险家的出色表现，为他们赢得了重要的分数，也让他们成为眼前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谁会是最后的冠军？只有等到系列赛结束时才会揭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赛程中，还会出现更多令人惊叹的创意和美味的佳肴。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还有其他队伍将陆续登场，每队都有着不同的实力和特色。他们将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挑战，将是这场 AI 厨神大战中最为精彩的部分。AI 厨神大战小说第4集。在 AI 厨神大战第4集的节目中，2支队伍都为下一轮比赛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分别是由陈主厨领军的味觉探索家和由李主厨率领的味觉革命家。味觉探索家的陈主厨决定在第4集继续发挥他们团队的优势，展示多元化的中式料理。他将带领队员烹制一道充满秋季氛围的菜肴——金瓜肉丸汤。这道菜将糯米、猪肉、南瓜和香菇相结合，创造出温润浓郁的口感，让人想一试为快。在比赛开始前，陈主厨向大家展示了精心准备的开胃小菜——葱油饼片。这道经典的小吃经过团队精心调整，变得更加香脆可口，为后面的豪华盛宴预热了。而在味觉革命家方面，李主厨则宣布要端出一道令人惊艳的海鲜料理——辣椒虾球。这道菜是将鲜虾、白糖、酱油和辣椒酱混制而成的酱汁炸虾球，酸甜可口，令人垂涎3尺。在第2道菜中，味觉革命家选择了一道令人惊讶的异国风味菜——麻辣羊肉串。这道源自于四川的经典菜肴，在团队的巧手下变成了一道华丽的宴会菜。烤得金黄酥脆的羊肉串，口感嫩滑，
麻辣的滋味在口中爆发，席间宾客们都赞叹不已。味觉探索家则推出了一道新颖的前菜——柳丁烩鸭肝。这道菜将水果和豪华食材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美味和创意。鸭肝的软嫩和柳丁的酸甜形成鲜明对比，带给人前所未有的味觉体验。在第3道菜中，两支队伍都展现出了高超的厨艺和丰富的创意。味觉探索家做了一道色泽诱人、口感丰富的砂锅鱼头，而味觉革命家则带来了一道美味诱人、精致美观的什锦海鲜锅。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参赛者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端出最好的一面。第4集的 AI 厨神大战将谁胜出，一时难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两支队伍都将带给我们一场视觉和味觉上的盛宴。下一集，我们将继续关注这场厨艺盛宴，见证哪支队伍能够胜出，并且揭晓第4集的冠军队伍。请您务必期待下一次的精彩内容。在第4集的 AI 厨神大战中，味觉探索家继续展示了中式料理的魅力，端出金瓜肉丸汤、葱油饼片等美味佳肴。味觉革命家则以辣椒虾球、麻辣羊肉串等异国风味菜吸引了观众和评审的目光。在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们的合作和默契越发重要，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将各自的厨艺发挥到极致。比赛中的每一道菜都像是一场味觉艺术表演，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视觉和味觉上的盛宴。随着比赛的推进，参赛者们都展现出了惊人的创意和实力。他们不仅在食材的选择上钻研，每道菜的摆放和装饰也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压力下，每位队员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冷静和自信，令人钦佩。在第4集的 AI 厨神大战中，最终由味觉革命家夺得了胜利。他们的辣椒虾球和麻辣羊肉串不仅在口感上令人难忘，更在装饰和摆盘上十分精美。但这并不意味着味觉探索家表现得不好，他们在多道菜肴上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是场势均力敌的硬仗。在颁奖典礼上，味觉革命家的队员们激动地接受了冠军奖杯和奖金。他们表示，能够在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比赛中获胜，是对他们厨艺的最大肯定和鼓励。AI 厨神大战第5集即将开播，我们将看到另一支新队伍味觉侠客的出场。他们是由一位经验丰富的主厨和3位青年厨师组成。主厨宣称他将用传统家常味征服评审和观众，而青年厨师们则准备了充满创意和实验性的菜肴。AI 厨神大战小说第5集。在 AI 厨神大战第5集的节目中，味觉侠客队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家常菜红烧牛肉饭，开启了比赛的新篇章。这道家乡味诱人的菜肴是团队成员精心挑选的食材和精心调理的结果。在介绍第1道菜时，主厨表示，为了在家乡味和高阶餐饮之间找到平衡，他们决定将经典的红烧牛肉改编成更适合大众口味的家常版。牛肉选用本地草饲牛，脂肪含量适中，煮熟后口感软嫩，入口即化。在烹饪过程中，团队成员们互相配合，展现出高超的厨艺和熟练的技术。他们先用热油将牛肉煎炸至金黄，再加入切碎的葱、姜、蒜和辣椒爆香，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接着，他们倒入特制的酱汁，涵盖了酱油、糖、酒和香料，将牛肉卤煮至入味。最后，主厨将牛肉与饭混合，浇上热腾腾的酱汁，香气四溢。观众和评审们被这道菜的味道和口感所吸引，纷纷给予好评。在第2道菜中，味觉侠客又端出了一道令人惊艳的前菜——酥炸南瓜腐皮卷。
这道菜是团队为了展现他们的创意和实力而精心设计的。先将南瓜切成薄片，去除多余的水分，然后包裹上腐皮，使南瓜成为腐皮卷的内馅。腐皮卷经过油炸后，外皮酥脆，内里柔软，与南瓜的甜度和香气形成绝妙的搭配。在摆盘上，团队也下了不少功夫。他们将腐皮卷滚成螺旋状，散发出慕斯的质感，色彩缤纷，视觉上十分赏心悦目。在第3道菜中，味觉侠客决定展示他们的海鲜厨艺，端出一道清蒸石斑鱼。这道菜的特点在于鱼肉的鲜嫩和汤汁的鲜美。在烹饪过程中，团队使用了传统的清蒸方法，不加任何佐料和调味，完整地保留了石斑鱼的原始风味。同时，他们还将蒸鱼的锅具和棉纸处理得干净利落，方便在迷你锅内快速转换和处理其他菜肴。清蒸石斑鱼上桌时，香气扑鼻，观众和评审们纷纷赞叹不已。他们对于味觉侠客能在保持食物自然风味的同时，展现出精湛的厨艺，都给予高度评价。在第4道菜中，味觉侠客挑战了热门的融合式料理，将泰式绿咖喱与意大利面相结合，创造出全新的味觉体验。在咖喱酱的制作过程中，团队成员灵活地调配了各种香料和食材，如绿辣椒、红辣椒、姜、蒜、柠檬叶、鱼肉等，使咖喱酱带有一股诱人的香气。接着，他们将意大利面煮至半熟，然后与咖喱酱混合，再放入放射状排列的肉丸和蔬菜。这道融合式料理的口感丰富，泰式绿咖喱的辛辣和香气与意大利面的弹牙形成强烈对比，令人食欲大增。观众和评审们对于味觉侠客将2种不同文化的美食元素完美融合，都表示十分欣赏和赞赏。最后，味觉侠客以一道色彩缤纷、口感丰富的甜点椰子南瓜糕，为本集的比赛画下圆满的句号。这道甜点选用了新鲜的南瓜和椰浆，膏体柔软，甜度恰当，散发出浓郁的椰子香，再配上酸甜的冰凉椰子奶油，令人垂涎欲滴。在味觉侠客的精彩表现下，观众和评审们都为之惊叹。他们对这支新队伍的厨艺和创意给予了最高的评价。究竟味觉侠客能否继续守住胜利，值得大家拭目以待。下一集，我们将看到味觉侠客如何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应对新挑战，会是哪支队伍赢得冠军，谁又能成为第6集的卫冕者？请密切关注 AI 厨神大战，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最精彩的厨艺表演和故事。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如您对未来的节目内容有任何兴趣，请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祝您生活愉快，口舌清新。下期 AI 厨神大战见！将在第5集的 AI 厨神大战中，味觉侠客将继续展现他们的厨艺天赋。他们将端出一道令人垂涎3尺的家常菜——香酥鸡丁佐芥蓝菜。在这道菜中，味觉侠客选用了本地的有机鸡胸肉，先将其腌制入味，再裹上薄薄的一层面粉油炸，使外皮酥脆，肉质鲜嫩。鸡丁上桌时，香气四溢，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颐。而这道菜的配菜芥蓝菜，更是增添了整道菜的色彩和口感。味觉侠客将新鲜的芥蓝菜焯水后，与鸡丁一起盛盘，再淋上用芝麻、醋、盐和糖调制而成的酱汁。芥蓝菜的爽脆和鸡丁的香酥形成强烈对比，口感丰富，味道十佳。在烹饪过程中，味觉侠客的团队成员们合作无间，展现出高超的厨艺和熟练的技术。他们从食材的挑选到烹饪的过程，
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安排，确保每道菜都能呈现出最完美的一面。在摆盘上，味觉侠客也下了不少功夫。他们将鸡丁和芥蓝菜有序地排列在盘中，形成一个色彩缤纷、口感丰富的视觉效果，令人胃口大开。味觉侠客的这一道家常菜，不仅展现了主厨和团队成员们的厨艺实力，更展示了他们对食材和口味的娴熟把握。这道菜在观众和评审之间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在 AI 厨神大战的接下来的集数中，味觉侠客还会继续端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无论是传统家常菜还是创新大菜，他们都将用自己的厨艺和创意，为观众奉上最精彩的视觉和味觉飨宴。AI 厨神大战小说第6集。在 AI 厨神大战第6集的精彩内容中，味觉侠客将继续展现他们的厨艺天赋。在这一集里，他们将挑战一道丰富复杂的汤品——龙宫虾汤。在这道菜的准备过程中，味觉侠客成员们忙碌地清洗和处理各种食材。主厨选用了新鲜的草虾和多种海鲜配料，如牡蛎、蛤蜊和蛋菜，以确保汤头的鲜美浓郁。团队成员们先将虾仁剥出，并用盐、胡椒和柠檬汁腌制，以突出虾肉的香嫩。在另一个锅中，他们将海鲜配料煮至熟透，然后与虾仁一起加入高汤、香草和香料，一同炖煮。在汤品煮沸的同时，味觉侠客成员们开始制作鲜虾饺。包好的虾仁与调味过的面粉、葱花和蛋混合，摊成薄片，包裹住虾仁馅料，捏成小圆球状。当虾汤煮至浓稠时，团队将虾饺放入锅中炸至金黄，再将它们捞起，放在已烹煮过的蔬菜上。蔬菜的选择包括芹菜、茼蒿和胡萝卜，它们被快速焯水至熟软，可吸收汤汁的鲜味。最后，主厨将龙宫虾汤浇在蔬菜和虾饺上，呈现出一道色泽诱人的汤品。虾汤带有微辣的口感，充满海鲜的鲜味和香草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在品尝龙宫虾汤之前，味觉侠客向观众和评审们讲解了这道菜的由来和烹饪技巧。他们说，龙宫虾汤是一道源自于中国南方的经典汤品，象征着富贵和吉祥。该汤品的特色在于其丰富的层次和鲜美的滋味，而良好的烹饪技术和新鲜的食材则是成功的关键。在喝汤的过程中，大家纷纷称赞味觉侠客的厨艺，认为这道汤品味道鲜美，口感丰富。一般观众也分享了自己对于汤品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制作类似菜肴时的经验和建议。在问答环节中，主持人向味觉侠客询问了关于食材处理和烹饪技巧的问题。味觉侠客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并分享了自己团队的合作和创意，以及在菜肴中追求完美的坚持。在 AI 厨神大战的这一集中，味觉侠客以精湛的厨艺、娴熟的技术和对细节的重视，再次赢得了观众和评审们的一致好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在厨艺方面已达到了专业水准，值得继续进军下一轮的比赛。AI 厨神大战小说第7集。在 AI 厨神大战的第7集里，味觉侠客正准备迎战下一道经典中国菜——宫保鸡丁。这一道菜以其香辣的口味和酥脆的口感而闻名，对队员们提出了高要求。为了在比赛中取得优势，味觉侠客事先研究了宫保鸡丁的历史和烹饪技巧。他们发现，宫保鸡丁的原型是清朝时期的一道菜，由四川的厨师发明。他们使用了辣椒、花生、蒜头和葱等食材，搭配鸡肉一起快炒，创造出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在比赛当天，
味觉侠客胸有成气地走进烹饪场，他们先将鸡肉洗净，切成薄片，用盐、胡椒和五香粉腌制，以突出鸡肉的香味。随后，他们在锅中加入花生、辣椒、蒜头和葱爆香，并加入鸡肉翻炒。为了使酱汁浓稠又不失口感，味觉侠客使用了淀粉勾芡的手法。在鸡肉快熟时，他们将玉米淀粉与水混合，形成浆糊状，然后慢慢倒入锅中。经过不断搅拌，酱汁逐渐变浓，但又不失口感。在鸡丁快要熟透时，味觉侠客加入了柠檬草和九层塔等香草提味，使得整道菜的香气更加馥郁。在装盘后，他们将鸡丁和酱汁浇在炒过的青椒和洋葱上，呈现出色、香、味俱全的宫保鸡丁。在品尝宫保鸡丁之前，味觉侠客向观众和评审员讲解了这道菜的由来和烹饪技巧。他们解释说，宫保鸡丁的成功在于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技巧的掌握。选用的鸡肉必须是新鲜嫩的，腌制的时间要足够长，以让香料的味道渗透到肉里。而快炒的技巧也很重要，要使鸡肉熟透，酱汁又不干涩。在评审员品尝宫保鸡丁后，他们纷纷赞赏味觉侠客的厨艺精湛，将宫保鸡丁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观众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赞味觉侠客的创意和厨艺。在问答环节中，主持人向味觉侠客询问了关于食材处理和烹饪技巧的问题。味觉侠客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并分享了自己团队的合作和创意，还有在菜肴中追求完美的坚持。在 AI 厨神大战的这一集里，味觉侠客以精湛的厨艺、娴熟的技术和对细节的重视，第3次赢得了观众和评审员的一致好评。这证明了他们不仅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更是厨艺达人的典范。在接受采访时，味觉侠客表示，他们将继续努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还邀请所有观众在下次播出前，到他们的脸书粉丝专页上留言，分享他们最喜欢的中国菜和家乡味。最后，味觉侠客感谢了观众和评审员的支援和鼓励。他们表示，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团队。他们会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华饮食文化，在厨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AI 厨神大战已成为一档深受喜爱的烹饪真人秀节目，观众云集，热度不断提升。在味觉侠客精彩的战斗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湛的厨艺，还能从不同文化的菜肴中感受到全球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结果如何，味觉侠客已经成为了 AI 厨神大战历史上最受人瞩目的队伍之一。他们的奋斗和成就将激励更多人去追求他们的梦想，并在厨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最后，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和支持。若您对未来的节目内容有任何兴趣，请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祝您生活愉快，口舌清新。下期 AI 厨神大战见！味觉侠客的表现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厨艺出色，而且对于食材和烹饪技巧的讲解也非常专业、详尽。在观看味觉侠客的比赛后，许多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们对菜肴的看法和印象深刻的瞬间。许多人都对味觉侠客的厨艺表示钦佩，并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计划在家中尝试制作宫保鸡丁。在接受采访时，味觉侠客表示，他们对这次的表演感到非常自豪。他们相信，正是因为团队成员们的共同努力和对厨艺的热爱，才造就了成功的宫保鸡丁。在下一集的 AI 厨神大战中，味觉侠客将面临新的挑战。
他们将被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内烹制另一道经典的中国菜——红烧鱼。这道菜以其醇厚的汤汁和软烂的鱼肉而闻名，对队员们提出了高要求。在接受采访时，主厨承诺，他将采用传统的红烧鱼做法，同时融入味觉侠客的创新元素，以展现出这道经典菜肴的新风貌。味觉侠客对于下一集的比赛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的实力和经验足以应付任何挑战。在未来的比赛中，他们将继续发挥团队的合作精神和厨艺技能，为观众奉上最美味、最视觉冲击力的菜肴。观众们也对味觉侠客的表现充满期待，他们纷纷表示将会继续关注 AI 厨神大战，为支持味觉侠客而加油。AI 厨神大战已成为一档深受喜爱的烹饪真人秀节目，观众云集，热度不断提升。在味觉侠客精彩的战斗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湛的厨艺，还能从不同文化的菜肴中感受到全球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无论结果如何，味觉侠客已经成为了 AI 厨神大战历史上最受人瞩目的队伍之一。他们的奋斗和成就将激励更多人去追求他们的梦想，并在厨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AI 厨神大战小说第8集。在 AI 厨神大战的第8集里，味觉侠客将面对另一道经典中国菜——红烧鱼。这道菜以其醇厚的汤汁和软烂的鱼肉而闻名，对味觉侠客的队员们提出了高要求。在比赛前，味觉侠客对红烧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红烧鱼的起源可追溯到明朝时期，当时便已成为宫廷中的珍馐。这道菜讲究鱼肉的新鲜和腌制的过程，要腌制出入味的鱼肉，需要用到多种香料和调味料，如姜、蒜、葱、八角、桂皮、草果、香叶和糖等。在比赛当天，味觉侠客在烹饪场上小心翼翼地处理着鱼肉。他们先将鱼肉清洗干净，去除内脏和鳞片，然后用盐、胡椒和五香粉腌制，使鱼肉带有一定的咸味，并去除腥味。腌制好的鱼肉放入锅中，加水煮沸后，味觉侠客将姜、蒜、葱、八角、桂皮、草果、香叶等香料一起放入锅中爆香，再加入糖、酱油、醋等调味料炒出酱汁。在鱼肉煮至半生时，味觉侠客将制成的酱汁倒入锅中，搅拌均匀，并继续炖煮约20分钟，使鱼肉完全煮熟，汤汁也变得浓稠。在鱼肉快要煮熟时，味觉侠客使用玉米淀粉勾芡的方法，使汤汁更加浓稠。那是一种简单而高效的方法，即在锅中加入少量玉米淀粉和水，迅速搅拌成浆糊状，然后慢慢倒入锅中。勾芡后的汤汁不但更浓稠，而且口感更佳。在装盘前，味觉侠客将红烧鱼捞出，放在切好的葱段和辣椒圈上，再淋上浓稠的汤汁。这道菜看起来金黄艳丽，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在品尝红烧鱼之前，味觉侠客向观众和评审员介绍了红烧鱼的由来和烹饪技巧。他们强调，红烧鱼的成功在于鱼肉的新鲜度、腌制的时间和香料的搭配，以及在炖煮过程中的火候控制。在评审员品尝红烧鱼后，他们纷纷赞赏味觉侠客的厨艺精湛，将红烧鱼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观众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赞味觉侠客的创意和厨艺。在问答环节中，主持人向味觉侠客询问了关于食材处理和烹饪技巧的问题，味觉侠客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还分享了自己团队在菜肴中追求完美的坚持和对细节的重视。在 AI 厨神大战的这一集里，
味觉侠客以精湛的厨艺、娴熟的技术和对细节的重视，第4次赢得了观众和评审员的一致好评。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不但是队伍中的佼佼者，更是厨艺达人的典范。在接受采访时，味觉侠客表示，他们将继续努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还邀请所有观众在下次播出前，到他们的脸书粉丝专页上留言，分享他们最喜欢的中国菜和家乡味。最后，味觉侠客感谢了观众和评审员的支援和鼓励。他们表示，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团队。他们会继续传承和发扬中华饮食文化，在厨艺的道路上不断前进。AI 厨神大战已成为一档深受喜爱的烹饪真人秀节目，观众云集，热度不断提升。在味觉侠客精彩的战斗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湛的厨艺，还能从不同文化的菜肴中感受到全球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AI 厨神大战小说第9集。在 AI 厨神大战的第9集里，味觉侠客将面对宫保鸡丁这一道经典的中国菜。这道菜以其香辣的口味和酥脆的口感而闻名，对味觉侠客的队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比赛前，味觉侠客对宫保鸡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宫保鸡丁的起源可追溯到清朝时期，当时便已成为宫廷中的珍馐。这道菜讲究鸡肉的鲜嫩和腌制的过程，还需使用多种香料和调味料，如花椒、辣椒、蒜、姜、糖、醋等。在比赛当天，味觉侠客在烹饪场上仔细地处理着鸡肉。他们先将鸡肉去骨切片，用盐、胡椒和米酒腌制，使鸡肉带有一定的咸味，去除腥味。腌制好的鸡肉放入锅中，加水煮沸后，味觉侠客将蒜、姜、花椒、辣椒等香料一起放入锅中爆香，然后加入糖、酱油、醋等调味料炒出酱汁。在鸡肉煮至半生时，味觉侠客将制成的酱汁倒入锅中，搅拌均匀，然后继续炖煮约15分钟，使鸡肉完全煮熟，汤汁也变得浓稠。为了使鸡肉更加酥脆，味觉侠客使用了裹粉的方法。在鸡肉快要煮熟时，他们将玉米淀粉和蛋液混合成糊状物，然后将鸡肉片沾上糊状物，放入热油锅中炸至金黄酥脆。在装盘前，味觉侠客将宫保鸡丁捞出，放在切好的青椒、红椒和葱段上，再淋上浓稠的汤汁。这道菜看起来色香味俱全，令人食指大动。在品尝宫保鸡丁之前，味觉侠客向观众和评审员介绍了宫保鸡丁的由来和烹饪技巧。他们强调，宫保鸡丁的成功在于鸡肉的鲜嫩度、腌制的时间和香料的搭配，以及在炖煮过程中的火候控制。在评审员品尝宫保鸡丁后，他们纷纷赞赏味觉侠客的厨艺精湛，将宫保鸡丁的味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观众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赞味觉侠客的创意和厨艺。AI 厨神大战小说第10集。在 AI 厨神大战的第10集里，味觉侠客将迎来水煮鱼这一道极具挑战性的经典中国菜。这道菜以清淡爽口而闻名，鱼肉鲜嫩，汤汁鲜甜，对味觉侠客的队员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比赛前，味觉侠客对水煮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水煮鱼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国明清时期，其做法简单，却能呈现出鱼肉最原始的鲜味。这道菜讲究鱼肉的新鲜度、烹饪的火候以及香料的运用。在比赛当天，味觉侠客在烹饪场上严阵以待。他们先将鱼肉清洗干净，去除内脏和鳞片，然后用盐、
胡椒和姜汁腌制，使鱼肉带有一定的咸味，去除腥味。腌制好的鱼肉放入锅中，加入足量的清水，大火煮沸后，将姜片、葱段、八角、桂皮等香料一起放入锅中爆香，然后将鱼肉放入锅中继续煮约5分钟，直至鱼肉半熟。在这个过程中，味觉侠客不断地搅拌，以确保鱼肉均匀受热。在鱼肉煮至半熟时，味觉侠客将炒好的姜葱汁和调味料倒入锅中，包括酱油、蚝油、米酒、汤和水，将所有材料充分混合，煮至汤汁浓稠。在鱼肉完全煮熟后，味觉侠客将它捞出，放在盘子上。此时，汤汁已经变成一种鲜美的高汤。味觉侠客将其浇在鱼肉上，为了增加菜肴的视觉效果，味觉侠客在菜上撒上了少许香菜和辣椒圈。这道色香味俱全的水煮鱼终于完成了。在品尝水煮鱼之前，味觉侠客向观众和评审员介绍了水煮鱼的由来和烹饪技巧。他们强调，水煮鱼的成功在于鱼肉的新鲜度、腌制的时间和香料的搭配，以及在煮制过程中的火候控制。在评审员品尝水煮鱼后，他们纷纷赞赏味觉侠客的厨艺精湛，将水煮鱼的滋味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观众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赞味觉侠客的创意和厨艺。在问答环节中，主持人向味觉侠客询问了关于食材处理和烹饪技巧的问题，味觉侠客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还分享了自己团队在菜肴中追求完美的坚持和对细节的重视。AI 厨神大战小说第11集。在 AI 厨神大战第11集的味觉侠客面对下一道经典中国菜红烧狮子头，这是一道源自清代的宫廷名菜，以猪肉、虾仁和香料为主要材料。在比赛前，味觉侠客对红烧狮子头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们发现，红烧狮子头最初是宫廷菜肴，在民间逐渐演变成一道家常菜。这道菜肴的特点是肉质鲜嫩，汤汁醇厚，充满香料的香气。要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狮子头，从食材的挑选到烹饪技巧的掌握，都必须精益求精。在比赛当天，味觉侠客在烹饪场上充满信心。他们先将猪肉切成小块，去除多余的脂肪，然后用酱油、五香粉、白糖和生姜腌制。腌制过程中，味觉侠客不断翻动肉块，以确保酱料能充分吸收。在处理好猪肉后，味觉侠客将虾仁清洗干净，用刀背将虾仁稍微轻击，使虾仁变得柔软。他们将虾仁与猪肉一起放入锅中，加入足够的水，大火煮沸。在等待肉块煮熟的同时，味觉侠客准备了香料包。香料包包括八角、桂皮、丁香、草果和香叶，这些香料被绑在一起，用于爆香和提味。当肉块煮至半熟时，味觉侠客将香料包放入锅中爆香，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接着，他们将虾仁放入锅中，继续煮约5分钟，直至虾仁变色，肉质呈半熟状态。在虾仁快要煮熟时，味觉侠客开始准备调味料。他们将酱油、蚝油、米酒、汤和水混合在一起，制成美味的汤底。当虾仁煮熟后，味觉侠客将调味料倒入锅中，中小火熬制约10分钟，使汤汁变得浓稠。最后，味觉侠客将红烧狮子头盛入盘中，将香喷喷的汤汁浇在上面。这道菜肴的色香味俱全，令人食指大动。在品尝红烧狮子头之前，味觉侠客向观众和评审员介绍了红烧狮子头的由来和烹饪技巧。他们强调，
红烧狮子头的成功在于猪肉的肥瘦程度、腌制的时间、香料的搭配以及在煮制过程中的火候控制。在评审员品尝红烧狮子头后，他们纷纷赞赏味觉侠客的厨艺精湛，将红烧狮子头的滋味发挥得淋漓尽致。许多观众也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赞味觉侠客的创意和厨艺。在问答环节中，主持人向味觉侠客询问了关于食材处理和烹饪技巧的问题，味觉侠客耐心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还分享了自己团队在菜肴中追求完美的坚持和对细节的重视。AI 厨神大战小说第12集。在 AI 厨神大战第12集，味觉侠客迎来了另一项严峻的挑战。在前几集的比赛中，他们凭借出色的厨艺和团队合作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但在这一集里，味觉侠客将面对一位强劲的对手——巧手精灵。巧手精灵由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组成，他们对各种菜式都了如指掌，尤其擅长西式料理。在比赛开始前，巧手精灵就表达了想挑战味觉侠客的意愿。主办方为了增加比赛的悬念和竞争性，最终同意了双方的要求。在第12集的前期准备中，味觉侠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验。他们发现，要击败巧手精灵，就必须在菜式选择、食材处理、烹饪技巧和盛盘艺术等方面下足功夫。味觉侠客的队长表示，虽然西式料理与中式料理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但两者之间也有很多共同点。透过对传统西式菜肴的研究和改良，味觉侠客希望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同时，为观众奉上别具一格的新颖菜肴。在比赛当天，味觉侠客在烹饪场上显得格外冷静和自信。他们选择了一道融合了中式和西式元素的菜式——红烧牛肉佐香草青酱。这款菜肴结合了红烧牛肉的土法炖煮和香草青酱的西式爆香，将两者的优点充分发挥，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美味效果。在处理食材时，味觉侠客再度展现了高超的技术。他们精选了优质的牛肉，然后用香料和酱汁腌制。腌制过程十分严格，味觉侠客反复翻转牛肉，以确保酱料能充分渗透到肉中。腌制后，味觉侠客利用刀背将牛肉轻轻敲打，使肉质变得更加柔嫩。在烹饪过程中，味觉侠客先将牛肉焯水去腥，然后用慢火炖煮。为了使汤汁更加鲜美，味觉侠客不断添加蔬菜和香料，以提鲜及增香。在牛肉快要煮熟时，他们制作了香草青酱。香草青酱由新鲜的香草、坚果和橄榄油组成，在爆香时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在香草青酱煎熟后，味觉侠客将它铺在红烧牛肉上。这道菜的色香味俱全，令在场的观众和评审员赞不绝口。在巧手精灵出场后，他们并没有使味觉侠客感到松懈。巧手精灵也选择了一道创新菜式——松露野菇炖饭。这款菜肴将意大利炖饭与法国传统野菇炖菜相结合，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新颖风味。在烹饪过程中，巧手精灵展现了出色的团队合作和专业精神。他们对每道步骤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确保了菜肴的质量和口感。松露野菇炖饭的汤汁浓郁，米饭煮得恰到好处，菇类的鲜味与松露的香气完美融合。在评审员品尝了味觉侠客和巧手精灵的菜肴后，他们对两支队伍的厨艺都予以高度评价。但最终，评审员认为巧手精灵在菜式创新和烹饪技术方面略胜一筹，将冠军奖杯颁发给了巧手精灵。虽然味觉侠客未能获得胜利，但他们的出色表现已经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在采访中，味觉侠客表示，他们将继续努力，
不断提升自己的厨艺和团队合作精神，以在未来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AI 厨神大战作为一档高质量的烹饪真人秀节目，获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观众将继续见证选手们的厨艺和创意，为之惊叹不已。故事到此先告一段落，谢谢收看。